荣安侯府的世子爷脾气是出了名的坏，听闻曾有人只是在他面前打了个喷嚏就被鞭笞30下，可能老天开眼，这年不会水的世子也落了水。太医守护了3天3夜才救回世子的命，可醒来后世子爷却变成了星号。以前的他对下人地若蛇蝎，如今竟会拉着下人的衣袖玩躲猫猫。我是大夫人院里的丫鬟，每日端茶送水，这跟我没什么干系，我的卖身气势3年，再待1年就能回家。世子是英才还是笨人都与我无关。可没想到在我即将出府时，被大夫人叫到了世子爷房中做了通房丫鬟。我打小就会养猪，所以也把世子养得盘量调顺。后来他病好了，嫌弃我粗鄙无趣，把卖身契扔在我脸上要赶我走，我喜不自胜，高兴的回家喂猪。后来听说世子爷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闹着要出府找什么丫鬟逐运。有人问我是不是那个丫鬟，我赶忙摆手，我叫兰香。世子爷落水成星号后，白日里戴夫人都会去陪世子变换我们同去。我们几个丫鬟陪世子放风筝玩捉迷藏。这日捉迷藏时，我躲在凉亭后面打瞌睡，有人吹我的眼睛，睁开眼入目是世子俊秀的脸，他兴高采烈找到了。咦，你真好看，像福玉酥一样，哪有人长得像糕点？我心想这世子果然不聪明，世子的话被人传给了夫人。夫人把我唤到身边，目光落在我的脸上，有惊艳之色。竹韵的模样是俊俏，我本名兰香，竹韵是府上的长侍嬷嬷给我取的名字，那韵字我都不会写。夫人退散，众人只留下我和世子，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夫人叹道，阿玉早已弱冠之年，先前不肯要通房，丫头谁都看不上。我依着她脾气，如今她这副样子，她擦擦眼角的泪，竹韵，今夜你去世子屋里伺候世子吧。末了，夫人嘱咐最好是能怀上我和世子，大眼瞪小眼。世子灿然一笑，天真烂漫。夫人安排了嬷嬷盯着竹韵姑娘，要是有不会的地方就让我们进去，隔着门我应声。再看向屋内，世子光溜溜的躺在床榻上，把玩着自己的发。喂，我真是进退两难。小时候我倒是看过朱作那档子事，应是差不离吧。烛火摇曳，我悄悄的看向世子，他生得真好，长长的睫羽下那双丹凤眼动人心魄。竹韵，我好热呀。世子踢开被子，眉间染上焦躁，我赶忙把被子盖回他身上。世子盖好，可别着凉了。昏黄的屋内安静了一会，便响起窸窸窣窣的声响。世子再解我的衣裳，竹韵你都出汗了。门外嬷嬷又出声催促，我心一横，抱住了世子。烛火熄灭，止于芙蓉帐暖。翌日嬷嬷来检查，神色满意。趁世子还未醒，我穿戴整齐，偷溜出府去药铺买了避开药。我不想怀世子的孩子，我与他又没情义，倘若世子病好了，并要娶亲生子，他那般跋扈，我的孩子下场不会好过。更何况我又没什么银两养不活孩子。我回去时候爷的妾室安姨娘来看望世子，她给世子带了最时兴的糕点，等世子伸手，安姨娘又不小心把糕点掉在地上啊，世子快捡起来吃，不然就不好吃了。世子闻言还真傻乎乎的去捡，我一来正好撞见这一幕。曾经世子常常言语羞辱安姨娘，说她是红妹子，让她不要惹戴夫人，嫌安姨娘面上不显，但心里有怨我推开世子，自己把糕点捡起来，拍了拍上面的灰，世子不可。这种事怎么能世子来做？安姨娘抬头瞧我，你是哪来的丫鬟？回安姨娘，奴婢是照顾世子起居的。安姨娘捏着手帕捂嘴笑，也是该有人照顾也罢，我改日再来看望世子。也不知道到那时世子还是不是他。安姨娘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神情得意。等他走后，世子撇着嘴角，眼眶里慢慢的盈满泪水，声若闻呐，竹韵我疼。我撩开他的衣裤，才发现膝盖处磕破了皮，阴了点血丝，说是搁我身上我都没感觉。世子真是金贵，世子请坐好，奴婢给你擦药。我小心翼翼的抹上药膏，听见世子问，竹月你改名叫奴婢了吗？我一时无话。世子又说，你不要喊我世子，叫我阿玉。我当耳旁风，左耳进右耳出，我喊你阿玉，我不要命了。侯爷已经许久未曾看过世子了，最近侯府暗流涌动，都说世子非要换人了，大夫人郁郁寡欢。我便说些幼年时村里的趣事，逗他开心，而戴夫人总会遗憾的看着我，可惜你的出身。世子想趁我和夫人不注意溜出去，我一路跟着他，见他进了满是桂花香的后花园，相中了一簇桂花，要爬树去摘。他当真像个孩童，忘却了世间烦忧，只专注眼前的桂花。两侧的下人低头窃笑我没来由的胸口烦闷，只能拽住世子的衣角。世子危险，快下来！白色银桂，芳香四溢。世子掐去多余枝条，将其做成簪子，动作自然的戴在了我的发间。他垂眸浅笑，神色认真好看。我心弦微动，仓皇的移开眼，谁料他又道竹韵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再做那晚的事呀？幸好声音不大，没被其他人听到，我耳朵发烫，扯住他的衣袖就走。世子别说了，日复一日，眼见要入冬，世子依旧不见好转。不仅如此，情况反而严重。起因是世子听见了门外孩童嬉戏声，竟翻墙而出，不见了踪影。戴夫人震怒，
一改往日的温和，罚我跪在柿子屋里，柿子回来我才能起来。夜已深，就快宵禁时，侍卫终于找到了柿子，听侍卫说，玉树临风的柿子爷跟一群3岁小儿玩泥巴，弄得全身都是。斗鸡输了还会哭鼻子，还讲百姓都在笑话。柿子说柿子爷在街上喊自己最喜欢丫鬟竹韵。柿子回来了，大夫人还让我跪着。一是我看管不力，让柿子跑出了府，闹了笑话；二是我没看清自己的身份，柿子喊出那句话便是我的错。我膝盖痛到失去了知觉，止不住的冒冷汗，越想越委屈。本来只要在安省待1年就能回家，大夫人莫名其妙的把我送进柿子屋里，如今又怪罪我起来。唉，我抹掉眼泪，还是村里好，没那么多弯弯绕绕。一张帕子蓦地出现在眼前，是柿子，他揽过我的肩膀，小心翼翼的将我扶好。我强忍着疼不出声，他一把将我抱起，全程板着脸不说话，那模样倒像回到了落水前。我心一颤，回到屋里，他拿出药箱，刚撩开我的衣裤，泪花就在眼眶里打转。我松了口气，还是傻柿子竹韵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偷偷的跑出去玩。但我没有撒谎，我问什么？他飞快的看我一眼，又低下头，我就是最喜欢竹韵了。4周1下静的出奇，窗外滴滴点点的雨水都落在了我心里，泛着丝丝甜气，真是要命。我拍打自己的脸，兰香清醒些。夜里，柿子依偎在我肩头，轻声地说，想快点长大。我弯起嘴角，为何呀？长大就能娶竹韵当竹韵的相公，我知道不该沉溺，但还是被这些花言巧语惹得面颊绯红。安姨娘腹中怀有身孕，已5月有余，侯爷字里行间都有要改封的心思。戴夫人寻遍世间名医，柿子喝的药也愈发多，没想到还真有了起色。她彻底的想起来的那日清早，我就在她身侧，一睁眼就看见柿子厌恶的目光。放肆下去，我麻溜的穿好衣物，看着许多人鱼贯而入，挤进柿子的房间。戴夫人喜极而泣，从我身边擦肩而过，未曾施舍一个眼神。侯爷姗姗来迟，眉间亦有喜色。裴玉虽然娇娇，但才情横溢，识大体之大局，是柿子的不二之选。房间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一个丫鬟碰了碰我，竹韵姑娘，这下完了，柿子肯定要杀了你。我愁容满面，我还想活着回家。戴夫人招招手，竹韵过来。我低着头，小步的走过去，不敢抬头。我与柿子曾同床共枕，但终究不是一路人。大夫人笑以后，就把竹韵留在房里，不耽误娶亲。我听见柿子冷声拒绝，不要我急忙跪下，朝大夫人磕头。夫人奴婢只愿回到夫人房里为您端茶送水。我的头上还戴着那可笑的桂花簪子，趁柿子没发现，我赶紧藏好。这不合规矩，你已跟了柿子，哪有回去的道理？大夫人示意丫鬟扶我起来，我在心里算着，再有3个月我就能回家了。一抬眼正对上柿子的黑眸，他先挪开视线。我院子里不用丫鬟，大夫人这次难得执拗，非要让我留下来，话里话外的意思说柿子还不娶亲，就多塞几个通房丫头。所有人走后，只剩下我与他。我以为他会说些伤人的话，可他只是诞生到出去，也是柿子最看不起下人。我安慰自己，只要不杀我，比什么都强。丫鬟也分369等，我这个丫鬟做过柿子的陪房，那些扫地洗衣的活轮不到我，我乐得清闲，每日打理下院里的花草，给柿子端茶送水成的难事，大家都不敢进去，纷纷看向我，我装没看见，最后选中了一个小厮，名叫小瞎子。他不瞎，只是眼角有疤。小瞎子一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架势，抖着腿迈进去，不消片刻，他连滚带爬的跑了出来。柿子说我丑陋，让我离他远点。竹韵姑娘，柿子要你进去伺候这几日，我想通了。柿子变傻，那段时光我就当做了场春梦，你会不会研墨？思绪被牵回，我回过神来，柿子正蹙眉低手，语气不耐，而我面前的墨水一出，流到了柿子的红木桌上，眼看就要碰到柿子的衣袖。我乍醒，浑身一激灵，等我找到抹布来擦时，柿子的衣袖已然脏了。我扑通跪下，是奴婢愚笨，请柿子责罚。明明他把手臂抬起来就不会弄脏，可柿子偏偏不动，等着墨水一点点的浸染衣袖。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，我悄悄的看柿子，他依然不动如山的写字，猝然捕捉到我的目光，准确无误的对上视线。他呵斥低头半晌，柿子像是才想起我，让我起来。恍惚间，我想起上次罚跪也是因为柿子写了多久的字，我就在屋内站了多久。从此以后再没见他穿过身上这件青色衣衫，整个侯府的人都知道柿子厌恶我，只要我在，他眉间总是皱紧像擦不尽的墨点。我想也是只因有我，他患病那段时间才会闹了笑话。我简直欲哭无泪，每日都算着日子过，期盼早点回家。还有2个月，我决定再谨小慎微些，绕着柿子走，夜半睡不着。和丫鬟银杏闲聊时，我说我还有2个月就能回家，她听后笑了。竹月，你真傻，你可是柿子的通房丫鬟，以后说不定能混个妾当当，那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。则你非要回家养什么劳神子猪，我回到我养猪又不用看猪的脸色过火。银杏侧身，悠悠的说，我咋觉得你在骂柿子？没有，我不是不能做妾，可就是不想当柿子的妾室。哎呀，我满脸郁闷，我说不清楚，总之柿子高高在上，我只是个丫鬟，本就牵扯不到一块去。
他叹气也好，等你回家就不用扶的作小了。我纷乱的心绪逐渐的平静，打算闭上眼做个回家的美梦。他又说，不对，竹韵，你既做了通房丫鬟，那卖身契上的2个月是不是不作数了？你爹娘会不会让你一辈子留在府里？什么？我猛地坐起，一阵眼冒金星。翌日，我心不在焉的满脑子都是我的卖身契，相比我爹自然是更需要银子罢了。我给自己壮胆，找到了戴夫人。大夫人近日都在物色世子妃的人选，我去时，她正看着画像，赞不绝口。这女子样貌好，才情好，倒是个合适人选。这个更好。贵妃的表妹，只是皇后那边大夫人注意到我，你来的正好，将画像都给世子送去。她叮嘱我，世子口是心非，你好好的盯着他。若是有哪幅画像，他看了之后笑了，就算嘴上说不喜欢，心里也是喜欢的，是奴婢。记住了。眼见大夫人罚了，我跪下，夫人，奴婢想来问问奴婢，是不是还有2个月就能回家了？家里还有爹娘，要孝顺大夫人，笑你记得倒清楚你的卖身契。月儿拿去了。我抱着满满一捆画像回去。世子正在看书，看见画像，神色暗下几分。我谨记大夫人的吩咐，认真盯着世子的表情，对他介绍道，世子，这位是尚书大人的千金，刚过及笄之年。这位是贵妃娘娘的表妹，有冠绝京城的美称。世子语气严厉安静些，我立马闭上了嘴。一幅幅画像展开后被扔掉，很快的都散落在地上。我还没动，世子就预料到不许捡。我心想，还是大夫人了解世子，他方才看到贵妃表妹的画像时，眼神里有淡淡。世子似是烦躁，踱不到画像前捡起一幅，你说让他做世子妃可好？我垂眸，大夫夫妇说了，全凭世子喜好。世子揉着太阳穴，不看我随手将画卷起，找个温润和善的人，日后他不会欺负你。我没吭声。世子话多了起来，等世子妃进门就封你为妾室，你也要学些琴棋书画墨，让人看低。他轻声道，我可以教你写字，那红木桌上的白纸上写满了竹韵，可惜我只认得个竹字。世子自顾自的说完一通，就让我离开。我弯着腰，把他刚刚随手扔的画像全部捡起，再把他刚刚笑了的画像放在最上面。我心里像梗了块石头，世子要封我为妾室，这是多大的福分啊！爹娘知道，怕是要乐开了花。可我为什么一点都不高兴？我甚至想，先前患病的傻世子是真的就好了，他不是世子，只是街上的卖货郎，该有多好。世子，奴婢的卖身契。世子抬手在我这里，奴婢想问，奴婢是不是就快能回家了？一阵沉默，未关紧的门窗被风吹的呀。我手上的画卷也被吹落，又七零八落的散了。一地。世子冷笑2声，重重的吐气。你的心思我都知道，先前我遭人陷害落了水，患病后我是说了些疯话，不用当真。主韵，你家在黄崖村家中有2个弟弟，半亩地2头猪，全家都靠你入府的银子过活，你这样的人当不了世子，非断了你的心思。我缓了会儿才发出声音，我这样的人是什么人？世子面色微怒，你今日是怎么了？奴婢只是想知道，在世子眼中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沉寂过后，世子抚袖出去，我捡起画像，悄悄地抹掉眼泪。袖口里的桂花簪掉了出来，花瓣已经发黄，香味也所剩无几。世子惊讶，你还留着？下一秒，我狠狠地踩了上去，回世子。奴婢只是忘记扔了你。世子不怒反笑，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还有1个月08天就能回家，但是这1个月08天你就留在房中服侍我，等这1个月08天过完，我再派人去你家，你爹娘会继续卖了你，让你一辈子留在侯府。在我眼中，你大字不识一个，又粗鄙又无趣，还没有自知之明，泪水盈了满眶。我倔强的不让泪水落下，一股气堵在我心口。我想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我使劲的推了他一把。世子没注意，被我推得踉跄几步，这要是有把杀猪刀，我就砍掉他的嘴。说话这么难听的嘴，不要也罢，世子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那个。我把眼泪逼回去，愤愤的看着他。我才不稀罕什么世子妃，我起初也不想照顾你，是大夫人派我来，我只能来。我更没有喜欢世子，我要嫁的人一定是个温柔的人，他就算没有权势，我也不在意。世子气得直抖，从身后书柜的暗匣里拿出我的卖身契，砸在我身上滚。我踢开画像，从地上捡起卖身契，心疼的擦了擦，头也不回的离开。刚到门口撞上了戴夫人，她面色阴郁，周围是伸长了耳朵的下人们。戴夫人轻轻的抬手，便有2个壮汉将我挟持住，先打10鞭。看认不认错，鞭子落在身上的时候，我就后悔了。兰香啊，兰香，你怎么这么蠢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世子愿意打，愿意骂，受着就是了。和世子争吵，不就是自寻死路吗？第1鞭，我一身冷汗，背像被火燎了一遍，刺疼的，我怕等会儿没力气，当下就喊夫人。我认错，没人在意，又是一边直鞭的人，与我有仇吧？专往疼的地方打第5鞭的时候，我心想，世子在看着我受罚吗？原来他这么恨我，我还是看错了人。我错把傻世子当成了真世子培育，是个面冷心硬的人啊。第10鞭落下鞭子，带起细碎的皮肉，血腥味充斥鼻腔，好难闻。小瞎子和银杏把我抬回房间，银杏哭了。竹韵，你真糊涂。我疼到没什么知觉，还能笑得出来。好姐妹，我叫兰香，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你。
等我出去了，咱们也是朋友，银杏也把他的名字告诉了我，我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。疼醒了，有人在给我抹药，我迷迷糊糊的想银杏对我真好，买了上好的药膏，凉凉的，好舒服。尽管这人动作轻柔，我还是疼的不行。思疼，我在轻点是世子的声音。我揉揉眼睛，才发现自己躺在世子的床上，我瞬间更疼了，不想说话，我便装睡。世子抹好药后，便去书桌前看书，谁也不说话，一直到天亮。这1个月，我都在养伤。世子仿佛变成了哑巴，只记得每日来抹药，偶有深夜，他也会躺在我旁边入眠，我只能侧着睡，便背对着他，在我快睡着的时候，听见世子哑声，疼不疼？我睁开眼，他又说，你怎么不肯服软？我懒得理他，我不敢想，仅仅10鞭，我都痛哭流涕。那拔个喷嚏就被打了30鞭的人还活着吗？算着日子，今天是我在侯府的最后一天。世子没回来，我生怕他真的派人去找我爹娘。我不想一辈子待在侯府里，兴许别人想要这福分，可我不想。我不想后半辈子在侯府伏地做小，更不想昧着良心对未来那个温柔的世子妃说，我不争不抢，我愿意和你共侍一夫，也不愿看到喜欢的人每次回家都在纠结今夜去哪个女人屋里，我的名字和世子放在一起，别人听了都会发笑。世子回来了，只是受了伤，原来在我养病这段时间，安姨娘吃错了东西，胎儿没保住，她认定是世子干的。结果戴夫人找到证人证明那次世子落水是安姨娘的手笔，侯爷要把安姨娘赶出府。安姨娘便在临走前用刀捅了世子，她想让侯爷断子绝孙，我已经能下得走路。看着他们把世子搀扶回来，世子一时昏沉，我没事。竹韵呢？我惦记着我的卖身契。趁大家手忙脚乱都围在世子身边时，我从暗匣里拿回卖身契，收拾好包袱，离开了侯府。外面的空气清甜，心里的郁结一下就没了。我深呼吸，往家的方向赶回到家，娘在收拾东西。见到我喜极而泣，我的花娘爹呢？你爹得了痨病死了，娘说你回来的正好。娘打算把房子卖了，去镇上卖猪肉，娘都看好了，当年你爹非要卖了，你娘心疼得很啊。你要抱我，却无意间碰到了我未愈合的伤口，他眼里泪花闪烁，回来了就好，你也吃苦了。我和娘搬到了镇上，肉铺不大，后院里养猪，前面卖猪肉，娘长得漂亮，说话好听，来买肉的客人也多，弟弟都到了上私塾的年纪，我便负责送他们，等回来时喂猪洗衣，日子过得也舒坦。花你想不想嫁人？娘亲问我，娘给你仔细的挑选，可别选了个你爹那样的，都听你的。娘娘还真上了心。弟弟们上私塾的地方有个书生陪堂，是教书先生的儿子，娘便3天2头的给教书先生的娘子送猪肉，还让我送完弟弟。在那多逗留，我起初没那心思，就在那听了一会儿，课书生的脊背总是挺得直，讲话温润如风，孩子们都喜欢他。他说，姑娘进来听吧，我跟着学会了好多次回到家。弟弟背不出来的诗我能答出来，娘亲捂嘴笑，我们花也聪明。那日书生给我讲知行合一，道理太晦涩难懂，我就瞧着他，他红了脸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孩子们的读书人被人打断。几个侍卫走进来，拿出一幅画像，有没有人见过一个叫竹韵的丫鬟？我在书生背后望去，画像上是我发间还带着桂花簪子。书生见我躲在他身后，先出声，未曾见过孩子们都聪明，叽叽哇哇的说起话来。侍卫们嫌吵，问了句就作罢，你叫竹韵？书生疑惑，我摇摇头，我叫兰香。书生说，可那画像上的人和你一样，他们找的是世子的通房丫鬟，是你吗？我了然，虽然否认了，但之后没再来听课。我跟娘说，我恐怕嫁不出去了，别人不会要做过通房的人，更何况自诩清高的书生呢？娘宽慰我，没事嫁不出去就陪着娘卖猪肉，赚多多的银子。娘没跟我说，那日侍卫也来问过娘了，她没在意，告诉了侍卫这是她的闺女。才第2日，我们的猪肉铺子前就多了位衣着华贵的贵人，她的侍卫跟在后面，别人都不敢来买肉。我神色淡淡，贵客要几斤猪肉？他递上来一个簪子，是精心雕刻的桂花样式，价值不菲。我用杀猪刀把簪子推到一边，不买肉就让开，簪子掉在地上，娘拍了拍我，她觉得我得罪了贵客。裴玉笑道，无妨，捡起来就是有侍卫要来捡，被他的眼神喝退。他俯身捡起桂花簪子，擦拭着肉，我全要了。娘喜不自胜，好嘞，娘再多揉一下又一下。肉末飞溅到裴玉的衣服上，他只是眉头轻皱，不当回事。你喜欢那个书生？娘发现他在问我，逐渐的觉察出不对，我点头，对裴玉说好，转身离去。晚上娘向我打听，我就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娘，神情复杂，娘又觉得你傻，又庆幸你回来了。隔天，书生就娶亲了，听说是世子指派的姻缘，也算门当户对。成亲的队伍从肉铺前经过，大红花叫喜庆极了。书生笑容洋溢，满脸幸福。我一下一下用力的砍着猪肉。裴玉从人群里走过来，这次就他一个人，你在生气？你真的喜欢他？我真是搞不懂这位世子爷。问他，世子，您究竟想做什么？裴玉，别开眼，我想向你道歉那日，你管我要卖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想离开我，所以我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我说你粗鄙无趣，
没有自知之明，都是假的。其实你聪明善良，对谁都好，尤其是对我。我放下刀，平静地注视着他。世子，你比我糊涂，你不懂我在想什么。裴玉拿出簪子，你不想做妾，你想和心上人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想了很久，我能做到。那簪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就如同他世子的身份，而我的杀猪刀上面还粘着血丝，一如我的身份，两者本不相干。何必硬求缘分之后的每天世子都会来？因为我他又成了笑话。先前大家说是因为变傻才会喜欢上一个丫鬟，如今有人说世子的病铁定是没好全，还得再治。后来再稀奇的事，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，比如世子在卖猪肉。我不知侯爷是怎么想的，连娘都说世子是疯了，衣服脏了，裴玉也不在意，娘亲要留他吃饭，他答应了。我们家的都是自己做的木椅，上面有没刮干净的地方，会剐蹭换衣服。我习惯性的找了个垫子给他，等他坐下。我愣了神，以前照顾他是因为心里喜欢，如今只是觉得他是世子罢了。这顿饭我吃的索然无味，娘亲吃罢便离开。他想让我跟世子讲明白，别影响生意。世子，您回去吧。裴玉继续夹菜，小口当着吃着饭。半晌，他说，能再叫我阿玉吗？竹韵也好，兰香也罢，你走后，我总是想你，你瘦的那10鞭，是我最后悔的事。你说你喜欢温柔的人，我会慢慢的改。他眼眶微红，竹韵，我已经做到这个地步。我打断他的话，世子根本不懂我在想什么。你是世子，承担着整个侯府的荣耀，你未来是臣子，肩负着百姓的生计，朝廷的未来。你不应该在这里吃饭，就像你要坐下，我就会给你找垫子一样，不管经历多少，你永远世子。而我是丫鬟，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这块木桌，是许多人许多事，我们无法相配。我想要的你给不了，你想要的也不会是我。那几个月的时光，我们都忘了吧，我们枯坐到日落，好像都知道这是最后的相处时间。最后裴玉还是留下一句话，除了你我不会娶别人。我笑他为何如此天真。大夫人派人带世子回府，我和娘亲的日子又恢复安稳。只是侯府总是派人来买肉，顺带送来书信和一些首饰。娘亲叹道，世子这么一闹，他娶不娶亲，我不知道。你是彻底的嫁不出去了。日子一天，天地过去。听闻世子真的聚了许多亲事，大夫人气急攻心，一病不起。侯爷倒对此无所谓，世子虽不娶亲，但入朝为官后颇受圣上赏识，马上就要去打仗建功立业。不过这都与我没什么干系。我和娘亲换了大的铺面，生意兴隆，弟弟们都慢慢的长大，帮忙分担了不少事。我也得以出门走走，百姓们谈论之事一变再变，早就不是我与世子。有时候看别人成双成对，我也羡慕我。近日注意到街上多了个卖竹篓的俊朗男子，像是外地人，多半没听过什么流言蜚语。我便趁着买竹篓的时候打听你是哪里人呀？今年多大，娶亲没有？姓甚名谁？男子不好意思的看着我，脸颊发烫，但还是认真的回答，我是平江人，今年20，尚未娶亲，我叫方云烟。我夸道，好名字，过往一切皆如云烟。身后马蹄溅起，带起尘土。我捂住鼻子和嘴巴，看着一身铠甲的士兵们踏马而过，为首的人眉间俱傲。姑娘，姑娘，我问，怎么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第一次觉得娘亲给我取的名字不好听，我叫兰香，方云烟学我。好名字，娘亲不知从哪里听说了。方云烟亲自去打探了一番，回来后赞赏道，那孩子不错。娘都跟你说好了，他什么都知道，还问我你喜欢什么，这还是第一回有男子问我喜欢什么。我告诉他，其实我最喜欢桃花，喜欢吃肉，喜欢小孩子。第2年我们成了亲，我们成亲的队伍也排得很长，我穿着娘给我做的嫁衣，牵着方云烟的手。方云烟容易害羞，镇上的人打趣他，他就看着我，嘴角扬起，唤我娘子。他教我编竹篓，帮我喂猪，在院子里栽一棵桃花树，日子平淡又简单，但我依然期待每一天的清晨。远方战事已平，世子凯旋归来，圣上亲自牵红线。皇后的妹妹今年刚袭击许配给世子，世子答应了。那日午后的那句除了你我不会娶别人，也随着渐冷的寒风消失不见。又过1年大雪，我的孩子降生了，我紧紧地攥着方云烟的臂膀，一疼就打他，他一声不吭，方云烟还掉了眼泪。娘子生这一个就够了。我连连附和，够了，够了。到了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犯了难，娘亲说叫方小河，因为我们的宅子前面有条河。我说叫方平安，愿他一生顺遂，平平安安。方云烟沉思方平安好听，娘笑兰香说啥都好听。新年当套竹声声，原来人在感到幸福的时候，时间会过得这么快。番外裴玉第一次上战场，他自小也学习兵法，但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娘亲说你未来是侯爷，要比别人多吃苦。可裴玉小时候过得很舒坦，他有全家人的宠爱，要风的风，要雨得雨，在他的眼里没有什么人重要，那些下人不过是蝼蚁，无足轻重。安姨娘争宠裴玉，向来看不起她这种女人，躲在宅院里依附着男人，靠哗众取宠来吸引父亲的注意，母亲就从不争宠。他后来才明白为什么，因为母亲是正室，生的儿子是世子，他不需要争宠。那次落水改变了裴玉主运，
他想真好听的名字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，眉眼都长在了他的心坎里。他神智像个孩童，竹韵从来不会不耐烦，会细心的照顾他。裴玉磕破了膝盖，竹韵就会给他抹药。浓密的睫羽下，大眼睛忽闪忽闪。他明明是丫鬟，看人的时候却不害怕。他们有过最亲密的鱼水之欢，在裴玉心里，他们已经是最亲密的人，只可惜这是裴玉后面才想通的事。等他病好看着床侧的竹韵，他的第一反应是生气，他是世子，怎么能跟一个下人如此？他冷着脸让他出去，看着他无措的穿好衣服，站在角落里，所有人鱼贯而入，对着他嘘寒问暖，母亲甚至哭了出来。可竹韵就是平静的站在那里，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母亲要竹韵留在院里，裴玉第一反应就是拒绝。他的内心深处有个声音说让他留下，他宛若罂粟，如果真的留下，他怕自己会越陷越深，他刻意的冷淡他，疏远他，忍着不去看他。竹韵如果不是丫鬟该有多好。看着他研墨时出神，裴玉悄悄的看他，又在他回神的时候冷着脸，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。他抿起嘴，自小的习惯让他脱口而出，就是训斥。他花了几个日夜说服自己留下竹韵做妾室，等日后有了世子妃，他也护着竹韵，不会让她变成安姨娘那种女人。竹韵带来画像，裴玉随意的看着，发现竹韵神情专注的盯着自己，他难得的眼里有了笑意。他不经意的提出妾室这件事，可竹韵却问起自己的卖身契，裴玉的胸口气得生疼。他不知道自己下定决心了吗？竟然拒绝自己。他又脱口而出了一些难听的话。他想说的不是粗鄙无趣，他想说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都喜欢你。这是裴玉第一次和人争吵，听着竹韵说自己想嫁的人一定是个温柔的人，他彻底的生气了。所以当母亲鞭笞竹韵时，他留在房内，他想疼一疼也好。可当竹韵躺在床上晕得不省人事的时候，裴玉才明白自己的心。喜欢是看不得他受一点伤害，喜欢是不忍对他说一句重话。他之前都在做些什么呀？安姨娘肚子里的孩子是母亲找人杀死的。裴玉才发现，无论怎样的女人困在宅院里，都会变个模样。可他不想放弃竹韵。竹韵走时他受了伤，醒来便派人去找。他想不到解决办法，但他不能离开竹韵。长侍嬷嬷说，竹韵是他取的名字。竹韵的真名当初没有登记在册，裴玉病还没好。他端坐在桌前，画下了竹韵的画像。侍卫们一天天地寻找，终于有了消息。这才短短几日，竹韵就喜欢上了一个书生。裴玉去亲自看过，这就是温柔的人吗？只是说话声音小，会讲些乱七八糟的学问罢了。他抛下自己世子的身份，向竹韵道歉。他学怎么喂猪，他经历竹韵正在经历的。可竹韵还是对他说，我们都忘了吧，那个桂花簪最终没能送出去。裴玉说，除了你，我不会娶别人。他入朝为官，按竹韵所说，为百姓生计而奔走。他去战场杀敌，建功立业。可竹韵还是对他说，我们都忘了吧，那个桂花簪最终没能送出去。裴玉说，除了圣上的恩赐，下来了皇后的妹妹吗？从未见过他尝试用一切方法对抗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到现在他才明白竹韵的那句话，我们之间隔着许多人许多事无法相配，怪不得娘亲说你会多吃些苦头。自始至终他的姻缘不是他说了算，和他相比，或许竹韵才是真正幸福的人文。